第49章金朝裂谷。裴金朝掌心未出，门外的雨先乱了。原本顺着风斜打进来的雨丝，忽然像被什么东西整片搅开，朝两边散去。石门外那层积水也跟着颤，细细密密的水纹一圈推着一圈，往交缝边缘急急扩散。司业看见这一幕，眼神更沉。他知道，刚才那些掌还算不上真正下重手，现在这一下，才真是裴金朝把劲提上来了。裴金朝往前踏了半步，只半步，整个门缝前的气却像一下子被他踩沉。那股掌势甚至还没完全推开，洞道里的湿气已先被整片带动，石壁上的水珠微微颤着，像下一瞬就会被震碎。能比我多走这半步，也算有点本事了。裴金朝说完，掌才真正拍出。那一掌没有花巧，也没有多余变化，就是直直往前。可掌势离手的那一瞬，整条洞道都像被浪头塞满，不是一层，是一整片，沉重连绵，带着一种不讲道理的压迫，像黑夜里海潮忽然翻高，正面拍向礁壁，根本不给人闪躲的地方。司业没得退，子午阴阳诀在那一瞬沉到最底，他手中短刀横起，刀被威胁，整个人不退反进，硬把自己卡进裴金朝掌力最先压来的那一线。掌刀相碰，轰的一声，朝恒只觉耳中一震，像有人在洞里狠狠敲了一记大钟。司业脚下那片湿石当场裂开2道细纹，碎水飞溅，连身后岩壁都跟着颤了一下。司业整条右臂瞬间麻得几乎没了知觉，那股掌劲不像一下打完就散，反而像浪头拍下后还有一层层暗劲往里顶，从刀背一路压进腕骨、肩骨，再撞进胸腔深处。司业胸口一闷，喉间那口血再也压不住，当场喷出一线。可他没退，只退了半寸。裴金朝眼里终于有了点真正的狠色，还不倒。第二掌几乎贴着第一掌的尾阴根上，比刚才更低，也更阴。这一掌不是拍胸，不是打肩，而是从下往上直掀司业肋下，像浪头撞礁时突然翻出一道回卷暗流，专往最脆、最痛、最容易炸开的地方钻。司业胸口那几道旧伤还没来得及把第一掌消掉，第二股劲已经压了进来。他眼前短短一黑，偏偏这时朝恒又动了。他很清楚，正面接这种掌力，他连一下都接不住，所以他根本不去碰掌。短矛贴着地面急掠出去，不刺人，只挑裴金朝膝后的筋。这一下不求伤，只求让对方那股往前压的整劲断半息。裴金朝冷哼，连头都没回，脚跟猛地往后一踏，啪！朝恒的矛尖被他一脚踩偏，矛身在湿石上擦出一串尖响。那股反震之力顺着矛柄直冲上来，震得朝恒虎口当场裂开，血一下渗出。可也就在裴金朝这一踏的同时，他那第二掌的劲路终究偏了半分。司业等的就是这半分，他肩膀往下一塌，整个人几乎贴着那股掌风切了进去，掌劲擦着他肋侧扫过，衣襟当场碎开，皮肉也被磨掉一层，火辣辣的疼。可总算没被整掌拍实。司业短刀顺势往上一撩，刀不取喉，取腕。裴金朝手腕一翻，掌缘如刀，硬生生磕在刀背上，当的一声，短刀几乎脱手。司业手指一紧，骨节都白了，才勉强把刀攥住。裴金朝眼神更冷，还在学怎么杀人。话音刚落，他第三掌已经到了，这一掌更不像掌，像一面浪墙。朝恒在旁边看的头皮都麻了一下，那股掌势根本不是一条线、一个点，而是把整个门缝前的空间都压住。湿气先乱，碎水后退，连火把上的火苗都猛地伏低，像被什么东西按了一头。司业避不了，他若退，后面就是不语，他只能扛。子午阴阳诀再沉，沉得更深，深得司业自己都觉得胸口像多压了一块铁。他手中短刀微微一颤，刀势却在那一瞬间更猛。那不是完整的子午剑势，却已有了骨架、山意、重，不退。可司业的武功从来不只是硬扛，子午阴阳诀真正厉害的地方，也不只是沉。沉
是为了立住，立住之后才有阴阳转换的那一线活路。司业低喝一声，短刀往上一锋，整个人正面迎了上去。可在刀背碰上那面浪墙的一刻，他腕上微微一沉，肩背同时一卸，硬把最先拍来的重劲往脚下与侧壁分掉一截。那一下动作极细，不到近前根本看不出来，却是他一路被追杀，一路拿命打出来的本事。轰！这一下比刚才更重，司业脚下湿石整片炸裂，水花与石屑一齐溅开。朝恒甚至看见司业背后那片岩壁都震落了一层细灰。司业整个人被拍得往后一仰，嘴里一口血当场喷出，半边肩膀几乎失去知觉。那股长进入体后仍不停，像潮水还在往里面灌得他胸腔发胀，骨头都像要从里头裂开。可裴金朝眼神也在这时微微一变，他很清楚自己这一掌若是全吃时，司业现在不会只是吐血。子午阴阳诀在那一瞬卸掉了他一部分劲，而且卸得很巧，不是正面破掌，是把最凶的那股浪势拨偏了一点，再用自身那股沉势去咬住于劲。这种法子比硬扛更难，也更见火候。差半分骨头就碎，慢半分人就死。可就在司业快要撑不住的那一瞬，眉心那点暖意忽然明显了一下，像剑鸣，很轻，却很轻。一缕更深的气忽然从眉心直沉下去，像有什么在他丹田最深处轻轻撑了一把。原本将散未散的那口气，竟又被硬生生拢住。司业硬是在后退的势头里站住了，只踉跄了一步，没倒。裴金朝这一次是真的愣了半瞬，他知道自己这一掌拍出去是什么分量。别说一个重伤未愈的年轻人，就算是江湖上那些练了多年硬功的，也未必还站得住。可司业就是没倒，不止没倒，他还抬起了头，嘴角带血，眼神却更沉。朝恒在旁边看得心口猛跳，他自己都没发现，刚才那一下他竟比司业还先怕这个刚闯进巢穴没多久的人真在自己眼前被一掌拍碎。偏偏司业又站起来了。不止如此，朝恒还清楚感觉到洞穴深处那股力量在这几息之间又明显了一点，洞壁的刻痕更亮，水滴落下的声音也像在跟着某种节奏走。那股原本日日都在啃他的空感，此刻静淡的几乎摸不着。他小时候感受过一次，就是那次差点死在外洞时，也是这样，洞里有东西在拖着活人，只是这一次拖着的不止他一个。裴金朝显然不会给他们喘息，他掌势一收，静默立刻在拍，而是五指微屈，掌心向内一拢。司业瞳孔微缩，他能清楚感觉到周围那些被打散的湿气、碎水，甚至连洞道里原本散乱的风，都像被那只手往掌心里聚。那不是看得见的浪，却比看得见的更让人心惊，像一整片海水都在往一点缩，一旦再拍出来，就不是先前那种一层一层的压，而是整片砸下。朝恒也看出不对，再让裴金朝这一掌拍时，司业不死也废。他一咬牙，干脆反手把短矛掷了出去。这一掷不为伤人，只为打断。短矛破风而去，直取裴金朝眼前。裴金朝连眼皮都没眨，左手一抬，掌风一卷，短矛竟硬生生偏了方向，砰地钉进旁边石壁，整只矛身都在颤。可就是这一揉，司业已经动了，他没有退，反而往前，整个人像贴着浪往里走。而这一次，不止朝恒，就连裴金朝也看清了司业的意思。司业不是在硬扛到底，他是在借裴金朝的惊涛掌逼自己，逼自己的子午阴阳诀更沉，也逼那沉到极处的劲转出另一线生机。这种打法太凶，也太不要命。裴金朝眼里终于露出一点真火，这不是勇，这是疯。一个重伤的人硬扛到这个地步，竟还敢在他掌势将诚实往里抢。司业短刀低垂，整个人的势却往前压得更低更沉。那不只是拼命，更像子午阴阳诀被逼到极处后自然生出的那股不让。他知道自己再扛下去，骨头真会裂。可他也知道自己若不往里抢，下一掌一落，不语和朝恒都得跟着死。裴金朝盯着他，
司业也盯着裴金朝，两人一静一立。门外雨声忽大，洞里幽光轻颤。就在这一刻，靠在岩壁凹处的不语手指忽然很轻地动了一下，一下极轻，像风拂过水面时带起的一圈细纹。朝恒本已要再扑上去，眼角余光却猛地扫见这一点，心头当即一震。不语还没醒，可他眉心皱得比方才更深，胸口那团紫金气息也不再只是缓缓流转，而像被什么从洞穴更深处一下一下唤着，正慢慢往上提。他的呼吸变了，不再只是虚弱的吊着，而像在蓄，像有一口很细很深的气正沿着他体内经脉悄悄聚回来。司业也察觉到了，他眼神没有偏，心却沉得更稳了一点。他知道他快醒了，裴金朝却还没发现这一点，他所有的注意都落在司业身上。下一瞬，裴金朝掌心翻转，司业刀势也同时往上提起，而岩壁凹处那只原本苍白无力的手指又极轻地拳了一下，真正的重击这才要落下。第50章紫电金朝。裴金朝掌心翻转，那一瞬，门外的雨巷被一只无形大手整片按低，连交缝间乱窜的风都跟着一沉。原本被打散的湿气、水珠、碎浪声，像一下子都被他拢进那只手里。司业看得很清楚，这一掌若落时，不只是他自己要碎，他身后的朝恒、不语也都会被一并拍进这股掌势里。所以他不退，一步都不退。子午阴阳诀被他硬压到更深，深得连胸口那几根伤骨都像跟着往内沉了一截。短刀低垂，刀锋上还挂着血，可他整个人的势却更稳，稳得像真有一块山根落在脚下。裴金朝眼里那点冷意终于化成了真正的杀气。他掌还没完全拍出，朝恒已先动。朝恒知道自己正面接不住，可正因为接不住，他反而不敢慢半点。他空手一撑岩壁，整个人从侧面贴着湿滑石面掠出，半身几乎悬空，右手顺势拔下先前钉在石壁上的那只短矛，矛身一离壁，石屑与水珠一齐落下。朝恒没去刺裴金朝，他刺的是地，矛尖猛地扎进门口最低那道积水石槽，手腕一扭，把石槽里原本就被金涛掌搅得乱窜的水势又硬带偏了一截。这一下不是招，是捣乱，是拿命去乱。裴金朝那口已经快提满的劲。裴金朝眉头一沉，他显然没料到这手动小子会用这磨土也这磨不要命的法子来拆他掌势。就这一吸，司业动了，他不是往后手，是往前抢，整个人像贴着浪头往里切，短刀由低往上提，刀势不大也不华丽，却沉，那沉里还带着一股很怪的转意，像阴阳两气在最窄的一线上互相咬住，硬生生从死处拽出一口活路。裴金朝的掌终于拍出，轰！这一下比前面每一掌都重，洞口两侧石壁同时一震，细灰簌簌而下，连火把上的火都被掌风压得猛地弯成一条线。门外的雨不是被打散，而像被整面浪头倒推回去，往外炸开一圈白亮水雾。司业整个人像是正面撞上一堵潮墙，短刀先弯，手腕再麻，接着是整条手臂、半边肩背、胸口，一层一层往里炸。可司业没有让这股劲一口气吃进去。子午阴阳诀在这一刻终于显出真正的凶处，不是硬，是准。掌力一压到刀背，司业腕骨便往下一沉，肩背同时一泄，把最先撞来的重劲往脚下石面分去。脚下湿石立刻裂开，裂纹像蛛网般往外爬。第二重劲再进，他腰胯微拧，硬把那股凶猛潮势往侧壁分掉半截。砰的一声，右侧石壁当场炸下一层碎石。朝恒看的呼吸都紧了，他这才第一次真正明白，司业不是只靠狠在考，他是在用自己的身体拿子午阴阳诀一寸一寸拆裴金朝的掌。这种拆法比硬接更凶，因为哪怕只慢半寸，先碎的就是自己。裴金朝眼底也终于起了明显波动，这小子不只是能扛，是会拆，而且拆得很准。可就算拆掉两重，剩下的掌劲仍够要命。
第3重劲撞进司业胸口时，司业还是当场喷出一口血，半边身子被拍得往后一仰，连脚下都踉跄了一步。裴金朝掌势一收，眼中杀意更重。他知道司业已到极限，再补一掌就能拍碎。可也就在这一瞬，洞里忽然有什么变了，不是声音先到，是光。原本贴着石壁悠悠流转的刻痕，忽然在同一刻亮深了一层。那光不刺眼，却一下让整个洞道都像被什么东西从更深处照了一照。滴落的水珠，潮湿的风，连地上那点血都被映得微微一冷。朝恒整个人一震，他太熟了，小时候那一次也是这样。洞里有什么东西醒了。裴金朝也察觉到了不对，可他没看到不语洞，因为他根本没有立刻睁眼。他仍靠在岩壁凹处，披风扮演着肩，呼吸虚弱的像随时会断。他的头微微侧着，长发散落在肩前，将他大半张脸都遮住，只露出一点苍白下颌。从外头看去，他仍像昏着，甚至比刚才更安静。司业却在这一刻心口忽然一沉，不是慌，是知道他醒了。那是一种很细的感应，像他背后原本只剩微光的一点火，忽然在灰烬底下轻轻亮了一下。不语没有看他，没有出声，连睫毛都没有颤，他只是把原本垂在披风下的右手极慢极轻地往袖中又藏深了一点。那动作小得几乎看不出来，像只是昏睡中的人手指抽了一下。裴金朝的注意仍在司业身上，他要杀的也是司业，所以他只扫了一眼那片凹处，便收回目光。在他看来，那里躺着的仍只是个半死不活的女人，这就够了。司业嘴角还挂着血，胸口痛得几乎一呼吸就要裂开，却硬是往前又压了半步。那半步不大，却刚好把裴金朝整个视线都吃住了。裴金朝冷笑一声，还想替他挡？他掌心微沉，这一次不再是，就是要拍碎。掌势未出，门外雨声已先被压哑了一截，那种沉，那种重，像整片潮头都往司业头上压，叫人连眼皮都觉得发紧。朝恒也在这时再扑，他不是为了伤裴金朝，他是要把这一掌再拖半息。可裴金朝这一次根本不再理他，对他这种人来说，朝恒已不过是旁边一根扎手的刺，真正要先折断的是司业。所以他的掌终于往下。也就在这一刹那，岩壁凹处那只一直藏在袖中的手动了，没有起身，没有拔剑，甚至没有先睁眼。不语只是借着披风与散发的遮掩，在袖中将中指往前极轻一送，那一下几乎不像出手，更像疲极之人无意识地拳了一下手指，小到连朝恒都没看清。只有司业在那股将要落顶的压迫里，忽然感到背后有一线极冷极细的气机贴着他肩侧掠过，不是风，更像一根细的几乎看不见的针，带着紫意，却没有半点张扬的光。它不快到夸张，却近得可怕，近得像夜里最深的那一下雷，真正落下前，四周反而全安静了。裴金朝直到那线气机已贴近身前，才本能觉出不对，太晚了。他猛地回肘，偏身沉肩，反应已快得近乎可怕。可这一击来得太野，也太近，点绛唇，无声，无光，无预兆。那线子意没有取他心口，也没有走眉心咽喉这些最容易防的地方，而是从司业身侧擦过，像一线细冷的夜电，直直点进裴金朝右肩后方，靠近肩颈与肺盂交错那一点最不显眼的地方。那里不是最要命，却是掌势转进时最常借力之处。紫意入肉的一瞬，裴金朝整个右肩猛地往下一沉，像有一根冰冷细针顺着那一点直扎进经脉深处，先是麻，随后是一股极细极刁极钻的痛，沿着肩胛与右臂猛地散开。可那痛并没有就此停住，反而像被什么东西从里面一扯，顺着肺盂往胸背一线猛地钻身，当场把他那口将成未成的掌劲整个搅碎。这一下不只是麻他一条手，是直接截了他的劲，反震了他的肺。裴金朝脸色第一次真变了，不是惊，是错愕里掺着一点凶狠。他那一掌明明已经提起80%，
却在将落未落的那一线上被硬生生截断。掌势一散，内劲倒冲，整条右臂当场失了大半知觉，连胸口都像被那股错开的劲反撞了一记。下一瞬，他喉头猛地一甜，一口血劲当场冲了上来。裴金朝硬想压，却只压住半口，余下那半口血还是顺着唇角一下溢了出来。而且不止如此，他肩后那一点被点中的地方，此刻像有一线极冷的东西钻进了经脉深处，沿着右臂、肩胛与胸背一路往里啃。不是剧痛那种凶猛，却稳得叫人发寒，像一寸一寸把他右半边身子的劲都拆掉。司业等的就是这一瞬，他先前那半步本就是拿命去抢，如今裴金朝掌势一断，他哪还会放过？子午阴阳诀顺着刚才硬扛下来的那口陈氏猛地一咬，短刀反手一翻，不在手腕，也不在挡掌，而是整个人贴进去，刀锋贴着裴金朝肋下往上斜走。裴金朝左掌立刻回翻去挡，当，掌刀再撞。可这一次裴金朝慢了，不只是慢，他右肩那条筋还在麻，半边掌势都像断了一大截。先前那种一层接一层连绵不绝的凶劲几乎散了小半。朝恒哪会放过这种时候？他低喝一声，短矛从侧面再进，这回不勾脚也不乱水，直接去逼裴金朝腰肋。不是为了重伤他，就是要他不能稳稳站住，不能把那口劲重新提起来。裴金朝被司业、不语、朝恒三人这一下前后夹住，终于真正退了第一步。就一步，可这一步一退，外头众人全看见了。聚金帮战堂堂主裴金朝竟在这洞口被逼退了。外头几个帮众脸色一下就变了，连脚下原本躁动的恶群都像感到这一瞬乱世，拍水声忽然更重了些。裴金朝退开后，本能抬手去按自己右肩后方，可他手才抬到一半，身形便明显晃了一下，像那条右臂忽然不太听使唤了。恰在这时，门外更后方忽然有人掠了上来，脚步很快，也很稳。来人没有像其他帮众一样乱，更没有因为恶群与洞口血战而失措。那人一落到礁石上，先扫了一眼场中局势，再看裴金朝唇角那道血与右肩半沉的样子，眼神立刻就变了。就在裴金朝那只按肩的手微微一颤，整个人几乎要再晃第二下时，来人一步掠近，伸手在他肘后与背心一托，把他那一下险些失衡的势硬生生接住。裴堂主，来者声音不高，却压得住场。裴金朝站稳后没有立刻说话，他右肩后那一点麻意还在往里走。这已经不是轻伤，更不是他运一运气就能立刻压回去的小毛病，而是重伤。若在强体掌势，赢未必不能赢，可右半边身子多半要废掉小半。来者穿沿青色劲装，外罩半湿短披，腰间不是阔刀，而是一对窄背短戟，身形比裴金朝瘦一些，眼神却冷，像严刀刮骨，不见虎气，只见阴沉。朝恒不认得他，司业却一眼认了出来，严帮副帮主杜衡州，严帮真正管事也真正能杀人的第二把手。司业心里立刻一沉，裴金朝重伤了，可麻烦莫少，只是换了一个更阴更稳的人顶上来。杜衡州的目光在裴金朝肩后停了半息，又扫过他唇角那道血，没有多问，只低低说了一句：“这里交给我。”裴金朝按着肩，胸口那口翻涌的血还没完全压平。他盯着洞里三人，脸色沉得像块下雨的海。最后他往旁边让了半步，只半步，却等于把下一手交了出去。杜衡州缓步上前，站到洞口正前，他没有立刻出手，只是抬眼把司业、不语、朝衡三人一个个看过去，看得很慢，也很冷。不语仍靠在石壁凹处，呼吸还不算稳，胸口起伏里带着刚醒时那点细微颤意，可他眼神已经清明了，他没有再藏，只安静看着门口。司业则更往前半步，把他与朝衡都挡在自己身后。朝衡横矛在侧，掌心还在渗血，呼吸也没完全稳回来。洞口忽然一下安静，雨还在下，水还在滴，礁下恶群偶尔拍下尾，像在催，又像在等。可所有人都知道，裴金朝那一轮惊涛已经过去，
接下来轮到盐帮的人了，而这一回路数只会更硬。